叶松在湘江遭到暗杀，锁定凶手竟然是第三杀手组织七色所为，同时也救出了幕后黑手王家。然而在叶松准备报复的时候，先是老总找到叶松做和事佬，再是爷爷林朝阳劝说叶松以大局为重。叶松无奈走出爷爷书房后，直接给秦猛下达猎杀指令。幕后黑手已经浮出来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七色那边明天就会找上我进行招供，所以在对方招供之前，能干掉多少就干掉多少，前提是一定要尽可能的让咱们的人全身而退，切不可搭进去。明白，叶东。2个小时后，欧美、非洲、亚洲等等多地的9州安保特勤小组在接到命令后，迅速发起了新一轮的报复式猎杀，在华国万籁俱寂的深夜10分钟，早就已经提前锁定各自目标，并且一直处于蛰伏状态中的9州安保特勤小组，亮出了死神的獠牙来。为了发动报复，为了能够挖出幕后黑手，秦猛那边花费数千美元，从顶级情报组织那边购买来的情报信息，将在华国的这一夜完成最后的消耗。从亚洲的湘江到东瀛高丽新马泰，从南非到北非，从东欧到西欧，从北美到南美，围绕着七色中高层成员的猎杀，一桩接一桩的四起，或是远程狙击，或是正面袭击，或是引爆炸弹，甚至在军火泛滥疏于管控的那些国家地区中，连 RPG 都用上了。短短几个小时中，接连10几位七色的中高层成员相继以各种方式毙命。继前一天的2位高层被人远程狙击暗杀之后，此事一经传出，全球地下世界彻底炸锅沸腾。欺人太甚，真是欺人太甚了。蝎子，那家伙是个疯子，在非洲的猎杀已经出动了 RPG， 甚至是我已经打听到，之前有人找情报组织购买七色高层的详细资料，200万美金一条。以对方所呈现出的架势来看，你觉得咱们七色扛得住吗？蝎子，你必须要赶紧做选择。你先出去。呵，不能再进行这种无谓的损员牺牲了。克莱多不再多说，扭身疾步走出了办公室。随着克莱多这一走，蝎子拿出手机按下了王老三的号码。此时华国正值清早，昨夜彻夜未眠的王老三在深呼吸中终是按下了接听。就因为你的拖一拖等一等，你知道七色损失了多少吗？15位中高层成员相继接连毙命，那就是个疯子。为了购买七色高层的信息，从情报组织那花200万美元一条的价格去进行购买。再这么下去，在他的烧钱报复下，七色还不知道要折损多少成员，而这一切都是拜你的拖延所赐。闻言，王老三也是眼角狂跳，接连暗杀了15位七色中高层成员，这还是在对方必然已经加强了防范的情况下，而且为了购买猎杀目标的情报，不惜斥资200万美元一条。这一刻，王老三是才想起叶松的巨富身份，别说200万美金一条，哪怕2000万美金一条，对他而言都是毛毛雨。把我供出去吧！知道老爷子王沧海的摊牌已经让自己彻底暴露的王老三吐气了，不过却没将自己已经彻底暴露的消息告知蝎子。另外，之所以知晓自己在昨晚已经彻底暴露了他，为什么不主动找蝎子？说白了就是他对蝎子的另类报复，报复蝎子要出卖他来换取七色太平的意图。他知道只要自己多拖几个小时，叶松那边对七色的报复行动或许还会再来上一波。我之前对你的承诺作废。在王老三那似乎不咸不淡的语气下，蝎子强行把自己的怒火给压了下来。作为七色首领，出尔反尔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你无非就是想让七色的伤亡进一步扩大，以此促使七色走向反向报复。如果不是我主动给你打电话，想必你应该还会继续拖着，对吧？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。不重要了，正如你所说，咱们之间的合作彻底结束。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完全是出于道义，对你进行的一声告知而已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应该庆幸你是楚生华国，应该庆幸你王家是楚生华国。说完，蝎子挂断了电话，继而马不停蹄地找出叶松的手机号码，按下拨通。喂，叶先生是吗？对，是我。我是七色首领蝎子。你继续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抱歉，非常抱歉，我犯下了人生之中最大的一次错误，那就是接了暗杀你的委托。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，七色已经为我的错误付出了17位中高层的性命代价，所以叶先生，你的报复行动是不是可以停下来了？我一直都是讲诚信的人，不过你应该庆幸我并不知道之前下通牒的事。如果我知道，我肯定不会同意给你们下达所谓的狗屁通牒。可是既然有通牒那一出，那么站在守信的层面上，我肯定是会遵守的。委托人是王老三，王沧海的儿子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对，昨晚就知道了。该死的！显然这3个字并不是对叶松说的，蝎子胸口急剧起伏，但很快也被他极力给平息下来。叶先生，该说的都说了，你们的报复可以到此为止了吧？放心，我说了，哪怕那份通牒不是我要求下的，但我还是会去遵守。强忍着那种前所未有的屈辱，蝎子含恨咬牙道：谢谢。不客气，不知能不能问首领一个问题？你说。暗网上我的人头悬赏高达2亿美金，放了那么久都没人接，可见你的第一目的应该不是冲着钱，所以王老三是给你开出了什么条件，才会让你接下暗杀我的任务？
共济会那边一直都想将他引入，可他一直都在拒绝。叶先生既然知道王老三的身份，那就应该能够理解共济会需要他的身份背景，所以他开出的条件是，只要七色能够成功暗杀你，他就答应加入共济会，并且由我来当那个引入人。出于共济会对引入王老三的重视，我若能成功将王老三引入，将会获得很多金钱无以衡量的好处。想到王老三摆了他一道，蝎子索性也不再去进行所谓的保留了，直接抖了出来。王老三不是想着让七色跟叶松死磕吗？那他就给叶松提供足够的资料，由得叶松去做王老三，甚至是王家的文章。叶先生，你要的答案我已经给你了，不知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怎么想着要讨公平？不，没那意思，我就是想要个明白而已。接连暗杀了我七色10几名中高层的，是哪个组织势力所为？九州安保，还是之前血洗缅北地狱园区的炎黄，又或者是其他哪一方？你猜？猜？不待蝎子反应过来，叶松便是将电话给挂断，随即拨通了秦猛的电话。叶董，终止针对七色的猎杀行动。是，我马上通知下去。还有个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外界估计已经高度怀疑在湘江暗杀我的人是七色组织了。如此一来，想必外界也会高度怀疑猎杀七色中高层的是九州安保。基于此，九州安保在地下世界可能会一举名气大涨，到时少不了会各种魑魅魍魉找到咱们九州安保的头上，并且甘愿吃橘子委托九州安保进行暗杀悬赏。秦猛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叶董放心，九州安保不会走杀手组织的道路的。你坐镇，我放心。九州安保的发展方向不变，一旦你认为时机合适了，可以尝试着将九州安保的战斗力投入到境外的一些战场中。明白。最近几个月，中东那边还有非洲那边都在到处打听炎黄，估计他们是想着找当初血洗缅北园区的炎黄进场为他们作战。不过考虑到之前的时机还不太合适，所以我也就没有让人去跟对方沟通。但现在我想试着让咱们的人去打几场仗了。你做主就行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尽可能的将伤亡率降到最低。了解。